各位早安！有没有发现本人的脸突然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的亮？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我今天的直播不但早，而且是正面对着自然光，这是人类史上最好的光，都还是自然光，所以，今天看起来脸会这个洁白无瑕，超乎想象。靠！我用衣服擦眼镜，又把它擦脏了，算了，到时候再说。所以来，各位，今天我们短短的直播可以跟各位聊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的失智症比例啊，在一篇论文里面显示在大幅降低，但台湾妈大幅增加，全世界的1.5倍，哎，妈，我们是中了什么诅咒吗？这个让我今日先娓娓跟各位道来，谢谢浩哲斗内，难怪水肿干。好，我早上还没有时间做运动啊！我跟你讲，现在问题是早上要直播，没有时间做运动，实在是很无奈一件事情。好，不管我们不要抱怨，快开始讲。40年来事已收，三分其二退如潮。他乡喜报频传捷，此岛偏偏浪更高。富者延年多一计，贫门照旧断魂钩。莫夸天下陈平久，账单压到子孙头啊！这是一位美国精算师哦，他自己拿出来数据之后，吓到把论文压2年半才敢发表。为什么？因为过去40年了，失智率掉了2/3，全世界都在赢。但问题是，全世界都在降，台湾却是增速是全球的1.5倍。而传说中那一支所谓的防失智疫苗，跟研究里面真正救命的那一支哦，根本不是同一款。妙了吧？今天是2026年8月5号一个早上，如果不是今天早上各种各样的状况，我搞不好还来得及做完运动再做直播，但没关系，今天就快的讲。我们会讲到 Eric Stallard 带状疫苗年龄化标准盛行率，曾文义 Lancet Commission。来，我们今天从一个人开始讲，这个人叫 Eric Stallard，好难念。他不是医生，神经科学家，是一个精算师，就是保险公司里面那种整天算你几岁会生什么病，几岁会死，公司该收你多少保费的人。这种人跟数字打交道一辈子，他们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感情用事。你给他一组数字，他会激动，他只会问这数字可信吗？所以你传说中的那个买了红车跟跑车保费比较贵的传说，就是这个样子。那结果有一天啊，这个应该很冷血、很理性的精算师被自己算出来的数字吓到。这个什么挥哈夜影说以后都要改时间了，没有，我在做测试，我看能不能测试1个星期，这中间搞不好还有做不了直播的时刻，希望让大家可以看看有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状况怎么样。Kimo 麦说，我竟然赶上早上直播，Doris2737，这真的是新同学，没看过啊，这是我早上直播试验的第2天。好。这个精算师呢，弟弟们应该都起床了，我希望他们顺利。那这个冷血计算师在研究美国老人失智症到底有多严重。当时全世界的共识是失智海啸、银发浪潮，因为饮食的关系，这个病会淹没每一个先进国家的健保系统，所有人都在等一场灾难。Stallard 本来也以为他会算出一条往上飘的曲线，证明大家都对。那这个精算师拿到的一定是保险相关的资料，所以不会不准，不会不准。谢谢 Alan 谢的提醒，应该吧？那结果这个精算师算出来的失智症的数据啊，不是持平，不是微降，是暴跌。
他发现过去40年美国失智症的盛行率，讲白一点，就是每个年龄层里面有多少比例人失智，掉了2/3。40年前，85到89岁的美国人，每10个里面有3个失智。到了2024年，同样这个年龄层，每10个只剩1个。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先感受一下这个落差。所有人都在喊狼来了，就失智症的狼不但没有来，狼群的数量还少了2/3。那个 Stellar 反应是什么？干的不敢发，因为他觉得干这跟我知道的差太多了吧，不敢。他把这篇论文压在手上2年半。各位，他反复检查、反复重算，因为这个结论太反直觉了，跟你我知道的都不一样。他自己讲的原话大意是什么？我要100%确定才行啊，因为这一组数字呢，违背了所有人的预期。一个精算师不敢相信自己的算术啊，这件事情本身比失智率下降还要有戏剧性。我跟你讲，这就是科学最迷人的，也最恐怖的地方。真相有的时候不是藏在阴谋里，它是大辣辣的摆在数据里，只是它跟我们以为的世界差太多，连算出它的人都不敢相信。那后来为什么敢发了？因为他越查数字越硬。2025年3月，他跟 Duke 大学的同事把这个结论发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医学期刊之一。他用一个更精密的方法去看每一个出生世代，就是每一个不同，譬如说1970到1980，1980到等等，1970好有可能开始失智症了。他发现不是每一个整体在降，而是每5年出生的世代，在同样的年纪，失智率都比上一代低。他自己形容这是这个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是干嘛的？哥白尼把地球是宇宙中心整件事情翻过来。Stella 说，失智症的世代研究就是把海啸不可阻挡这个假设整个翻过来。在听直播，家里刚好有失智长辈的各位，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会说朱大，你讲这个数字，我家老人家还是失智我的痛苦有因为这个2/3减少吗？没有，我了解，我不是因为马英我不是因为某个政治人物来特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一集不是要否认失智症的痛苦，不是要告诉你别担心天下太平，恰恰相反，我们是要搞清楚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为什么比例在降，跟你家的痛苦、国家的账单还在报，可以同时是真的？这才是今天真正的题目。精算师下到的那场下降曲线呢，是真的，但是它是一张只讲了一半的图，另一半才伤人。鲁鲁米说：“朱大早安，记得叫朱弟弟们起床哦。”你看，转眼之间，我从一个慈父变成一个早上直播会忘记叫儿子起床的一个糟糕的家伙。你看，真是一个。还有，谢谢于伟文的抖妹。早起总是会鼻塞这妈真是一个麻烦的事儿。来，我们接下来就要往下一章走了。你看，这个是1984年是每10人就有30人失智，结果到2024年变成每10人就1人失智而已。你说这个状况对吗？但没关系，我们就跟各位分析这件事情，然后让你了解一下。那失智海啸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你全球有失智人口，然后这个预计到了2030年2050年会到1.53亿，那全球的年度成本就会这么高，那这个很吓人，对不对？但问题是没那么简单。来，我们要理解为什么 Stellar 很震撼，他担心自己算错，索性不把资料发出来。
你要了解它推翻了什么。过去20年呢，只要讲到失智症，全世界的公卫学者、健保官员、经济学家讲都是同一个故事，什么是海啸要来了，失智症要命了。这故事有具体数字，而且让你会觉得很害怕。谢谢花花鱼的抖内。那为什么害怕？你当然要害怕啊。那数字大到让人腿软。我念几个给你听啊。一篇2022年的研究推估，全球失智症人口会从2019年的5700万人到2050年几乎变成3倍，15300万人。另外一篇发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 的研究说，光是美国每年的新增病例会从2020年的大约50万翻倍到2060年的100万。然后是钱的数字更吓人，有一组用怨妇价格去估算病人痛苦的模型算出来，全球失智症的总成本，2019年是2.8兆美元，到2030年4.7兆，2040年8.5兆，2050年16.9兆美元。16.9兆美元哦，各位，这个数字大概是什么概念？大家差不多是2019年全世界前几大经济体整年的 GDP， 也就是说，到了2050年，全人类要拿出一整个超级大国1年的 GDP 去照顾失智的老人。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失智海啸会变成一个这么有市场的词儿。它吓人，它具体，它有科学论文背书，政府要拿它要预算，药厂拿当新药，媒体拿充点阅，这是一门好生意。但是来了，万事通事务所的但是来了，但是是什么？这些预测全部藏了一个假设，而 Stella 的这篇论文证明了这个假设是错的。我跟你讲，这个假设是什么？这个海啸模型啊，几乎每一个预设一件事情，因为它不能够预测未来，所以他说每个年龄层的失智率，未来几十年都不会变。也就是说，他假设一个85岁的人在2050年得失智的几率，跟一个85岁的人在2020年得失智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因为未来老人会变多，会活更久，你把不变的患病率乘上暴增的老年人口，答案当然是天文数字。在听直播数学还没有还给老师的各位，我昨天又在骂网友了，我真是要戒断这个坏习惯。谢谢 Doris 又送了一个芒果刨冰啊。那你仔细想就知道问题在哪里。这个演算法的关键不在失智症本身，在于那个陈述。他们假设患病率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但 Stella 说不对，这个数字几十年来一直往下掉，每10年掉一大截。Emily Core 说怎么能避免失智呢？我后面有一点点东西会讨论。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很需要，我们以后再做一集啊。因为这一集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什么台湾跟全世界都不一样，所以我才做的，但不是教你保健身体。但是 Stella 算出来说不对，这个乘数几十年来一直在往下掉，每10年掉一大截。这就好像什么？好像有人跟你说，照这个吃法，你们家10年后每个月电费会破10万，你吓死了。可是仔细一看，它的算法是假设冷气的耗电量永远不变，可这10年来冷气越做越省电，变频早就出来了。你用一台30年前的老冷气去推估2050年的电费，当然是灾难了。海啸模型干的就是这件事。那你把正确的下降速率装进去会怎么样？我们下一章讲一个荷兰人做的模拟，你会发现海啸不会消失，因为老人真的变多，但它从灭顶变成涨潮，中间的差别呢是好几兆美元，是好几百万个家庭的命运。只要有一个人拿一个吓死人的数字来要你的钱或你的选票，你就要先问一句：这个数字是不是假设什么东西永远不变？来，接下来又要到下一个 chapter 啦。这个先跟各位继续做科普，让各位了解这个状况。那网友说不要随便用胆固醇用药，我知道啊，所以我基本上鼻塞让他塞呀，不会死就好了。
那我们要讲这一集最核心也最容易让人吵起来的东西，这一章你听懂了，后面全部通。我先问一个问题：假设我跟你说2句话，第一句话是失智症的比例40年来掉了2/3，第二句话是失智症的病人总数未来30年还会继续增加。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直觉会觉得这2句话是不是有一句在骗你？一个说少了2/3，一个说还在增加，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告诉你，2句话都是真的，而且是同一组数据算出来的。这中间没有任何造假，没有任何话术，差别只有一个字：分母。我用一个最生活化的例子，假设有一个村子，本来只有100个老人，其中30个失智，比例是30%。30年后，这个村子因为医疗进步，大家长寿，老人变成300个，可是因为教育变好，三高控制好，失智的比例降到了15%，腰斩。好，现在你算算看，比例从30%掉15%，少了一半。好消息，人数是300乘以15%，是45个失智老人，本来是30个，现在是45个，增加了。欧弟早安啊，看到了吗？比例腰斩，人数却上升，因为老人的总数多了2倍，分母变大了。就算每个人得病的几率变小，乘起来的绝对人数还是可以往上走。这就是失智症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 Stellar 那一条让精算师吓到的下降曲线，跟卫福部那条失智人口一直往上爬的曲线，可以同时挂在墙上，而且都没有错。在听直播，刚刚终于搞懂了，各位，你现在应该有一种恍然大悟，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分母不同嘛。因为这个分母陷阱被两边的人各取所需，用了几十年。想要你捐钱，想要你恐慌，想要预算的人，哪一句说人数还在增加，失智症海啸要来了，他不会跟你讲比例在降。想要你安心，想要你觉得政策有效，想要粉饰太平的人，拿那一句说比例在下降，我们进步了，他不会跟你讲你家的长照账单其实还在涨。同一组数字，你要恐慌有恐慌的版本，同一个状况是大家各取所需啊，但问题是各取所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吗？我突然想到了，刚才这个 Emily Ford 说怎么样能避免失智呢？我刚想到一件事情，你要避免林嘉欣的生活模式。我等下再跟各位讲，林嘉欣是一个很经典的失智症，要不是因为他年轻。来，我们这样讲，你该看哪个数字呢？如果是你自己，你关心的是我这辈子会不会失智，那你该看比例。好消息，比例告诉你，你这一代人得失智的几率比你爸妈那一代低，个人胜利。但如果你是国家，你要看健保长照要准备多少钱、多少床位、多少看护，那你该看人数，而人数告诉你坏消息，要照顾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这是社会的账单。个人在赢，社会在输，这2件事同时发生，一点都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荷兰团队的模拟这么重要。他拿真实的下降速率每10年降13%去跑模型，结果发现荷兰的失智病人数到2050年还是会增加，但不是像恐慌版说的翻倍，而是增加43%。翻倍变成加4成，这中间差那一大块就是下降红利帮你挡掉。红利存在，它真的在减轻海啸，但它挡不住海啸本身，因为老人就变多了嘛。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一集叫逆转的红利。逆转是真的，红利是真的，但红利有没有办法抵消老化？没有，它只能让你少痛一点。而这个少痛一点的红利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还不是每个人都领到嘞。来。你看，黑暗料理大叔说，一早起来听朱大讨论失智症，想想自己只比朱大长几岁，危机感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抖内，好不好？来，我们讲到第3章啊，那为什么失智率会掉？你就把今天早上当成一个科普，让大家理解，是老天爷赏饭吃嘛？不是，是有人帮你付了账，而且付账的不是你。是上一代人。要讲这个，我要带你去一个很冷的地方——芬兰。
北卡瑞利亚 （North Karelia），这是芬兰东部一个很偏很硬的地区，靠近俄罗斯边界。这地方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不光彩的世界纪录，全世界心脏病发作率最高的地方。当地的男人抽烟、吃很咸很油、喝酒，体力活超到爆，然后中年就一个一个心脏病倒下去。你想象一个的画面：1970年代，芬兰乡下白雪木屋桦树林，一个公共卫生的护士跑到农家门口，帮一个嘴上还叼着烟的伐木工量血压。那个年代的芬兰政府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们搞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卫活动，劝大家戒烟，帮大家量血压，推广健康饮食。这个运动的目标很单纯，救心脏。结果呢，他们真的把心脏病的死亡率砍掉了84%，八成四啊！各位，这是公卫史上的教科书级成就。我跟你讲，你不要怪芬兰人，我可以理解天气冷的地方，无聊没事干就是喝酒抽烟，然后为什么吃咸的，为什么吃油的东西？因为他妈冷啊！我去北海道有吃过北海道的名产拉面，是虾油拉面就它上面盖着一层虾油，你把那个油吹开来，底下还烫要死啊！底下烫了要死。那为什么？因为他在北海道，妈天气冷的时候吃拉面怕凉，所以上面有一层油盖住。那你吃拉面连这个油吃下去，当然就油了嘛。谢谢道奇送了震惊来。结果芬兰公卫得到了一个完全没意料到的赠品。几十年后 ，Man Chang Wu， 谢谢你送了芒果刨冰。那研究员回头看北卡瑞亚40年的健康记录，发现一件事：那些在中年把血压、胆固醇、体重控制好的人，听清楚喽，把血压、胆固醇、体重控制好的人。20年后得失智症的几率明显比较低，你懂这个逻辑链了吗？他们本来只是想救心脏，结果救了心脏，顺便救了脑。因为脑跟心脏共用一套血管系统，你把血管顾好，血流顺畅，脑子就不容易坏。我有个朋友最近在研究如何控制自己的体能，干他已经做到可以拉单杠拉20下，然后他还告诉我说就是血脂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没法自然代谢的，他说要吃避免血管堵塞。但再说，陆怡美，谢谢你抖内。还有网友说早上早安，我这个礼拜会测试早上直播啦，就这个礼拜测试看看。而且你看早上直播有什么好处？就我脸看起来很亮，有没有？因为我都是迎着自然光。谢谢 Yumin VV 好久没看到他了。来，所以这个结果在当时石破天惊啊！斯德哥尔摩的研究所的一位学者讲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改变了我们对失智症的看法。我们原本以为失智症是老年才发生预防的病，现在发现它是一个从中年就开始的流程，而且至少可以延缓。所以你懂了 ，Stella 那条下降曲线引擎是什么？不是什么神药，不是什么奇迹，是3件很无聊、很基本的事情。教育变好了，心血管疾病治疗变好了，中风防治变好了。教育为什么重要？有网友，我有。教育为什么重要？后面第4章会细讲。简单，多读书会建立一种认知存款，让你的脑子比较耐操。心血管治疗为什么重要？刚刚讲了，血管顾好，脑子就顾好。这些东西跟过去40-50年在先进国家一点一点累积成了 Stella 看到的那个1/3。谢谢 Luli 送了西瓜。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要记住一个残酷的事实啊！我每次直播叫你去读书，是因为要预防失智症啊。所以过去40-50年，在先进国家一点一点的累积成 Stella 看到那个2/3了。
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要你记住一个残酷的事实：你今天享受到的这个失智率下降，不是你自己的功劳，是你阿公阿嬷那一代开始戒烟，开始量血压，开始让小孩多读书，一点一点存下来的。这是一笔跨世代的红利，好不好？请大家好好的这个记住。然后呢，多读书这件事情，本台有在贩卖李硕的简商，描述商代的人际方向，还有一本是 NHK 的主播出的，教你怎么样子找到你人生努力的方向。有空记得买，多读书是好事。这个问题就来了，这笔红利会一直发下去吗？下一代还领得到吗？我先把这个问题挂在这里，因为等我们讲到台湾，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特别扎心。台湾战后那一代刚好搭上了教育普及、健保上路、三高开始被控制的列车，所以台湾的老人某种程度上也在领这笔红利，但台湾的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它导致了一个状况，好到这个失智症降低的红利根本来不及发，海啸就先到。这个好消息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有人在几十年前替你付了一笔你根本不知道的账。来，接下来要到第4章了。我最近在看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应该不错。干，妈的，共同知识，我觉得很有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可以带这本书的货，好不好？这个给各位思考一下。而且我现在要开一个功能了，那个公民 V 每次都抱怨看起来很北蓝，但我觉得开很好玩呐、各位，这个功能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发出来，就是它要让我的眼睛一直对着镜头。明明我眼睛在看别的地方，但是他就要一直对着镜头，好，看起来很像那个眼神死，有没有？但不管，我先继续往下走。来，我们讲完了上一代帮你付账，现在讲你自己付什么账。这一集到目前为止都很宏观，对不对？精算师海啸分母分栏，那我要讲一个难得的，跟你个人直接相关的东西。因为失智症这个题目，在万事通事务所讲了一堆题目里面，少数几个你自己真的能做点什么。大部分我们讲的地缘政治、能源、国防，你一个人使不上力。2024年有个叫 Lancet Commission， 这是刺胳针，就是那个最知名的医学期刊召集的一个国际失智症专家委员会，这个领域最权威的跨国团队，他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讲了一个数字，我觉得每个人都该知道，全世界的失智症理论上有45%是可以透过处理14个可改变的风险因子来预防或延缓的。45%，将近一半哦。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有将近一半的失智症不是命中注定，是你可以下注去改变的。这是哪14个因子？我快速念一遍，你听听看有没有你的。小时候的教育不足，中年的听力受损，高血压、抽烟、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糖尿病、过度饮酒、脑部外伤、空气污染，还有2024年新加的2个高的坏胆固醇 LDL。还有没治疗的视力受损，老年的呢是社交孤立。但怎么听就跟马很接近，还有跟邻家好。这个刚有一个网友若愚说你有高血压，20几岁就有，对吧？我强烈建议你去游泳，每天游，因为高血压是可以通过运动改善的。夏雨熙说：“朱大今天晚上有行程吗？这么早直播，看垃圾桶丢不进去。不是，我这个礼拜要试试看能不能早上直播啦。”坏掉的 JK 问说 ：“A 我都有。”看，好啦，第一个教育，这个委员会发现教育不足的人失智风险高60%。为什么读书有用？
因为你这辈子动脑学新东西，会帮大脑建立一个叫认知存款的东西。简单讲，就像你脑子里多存了几条备用道路，等到老年某些脑细胞坏掉，某条路断了，有存款的人还有备用道路可以绕，撑得比较久。没存款的人一条路断就卡位，所以我几乎可以预见现在的青鸟老年失智症的几率大幅增加。你根本不吸收新知识，不看书，都在看网络上那些瞎鸡巴讲的东西，怎么搞的？会死吧？这个 Chenarchi 说：“此时不懂，更待何时？喜欢听朱大的节目，极其精彩，长知识。多学习有益身心健康，减少你的这个减少你的无知，跟增加你的知识存量。那第二个，忧郁，这个最猛。中年如果有没有治疗的忧郁症，失智风险高120%啊，翻倍还不止。这就为什么心理健康不是矫情，它是实实在在的大脑保养。但这个委员会讲了一个超级反直觉，但超级重要的政策洞见，我一定要讲给你听。他们说不要只盯着风险最高的那个因子去打，什么意思？忧郁症风险最高加120%，听起来最该处理，对不对？但问题是，中年忧郁症的人比例没那么高。相反的，像听力受损、高胆固醇这种，人家尽快去治好你的耳朵长包皮啦。好，这个单一风险没有那么吓人，可是超级普遍，一大堆人都有。所以委员会算出来，光是好好治疗大家的听力受损跟高胆固醇这2项，就能把总失智病例砍掉14%。努比尔，谢谢猪仔分享，希望你今天早上做早餐愉快啊！所以在听直播超过40岁的各位，我早上做直播，我的听众大概90%都是老登，都是超过40岁，所以这句话你要记牢。你阿公阿嬷重听，你以为那只是老了听不清楚，叫他们忍一忍，错。听力受损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一副助听器可能不只是让他听得到你讲话，是在帮他的大脑续命。因为你一直听得到，我跟你讲，假设你闭上眼睛，你的耳朵是关不掉的，你是持续在接受刺激。所以为什么连助听器都算治疗？是因为这是一个刺激，长时间存在的刺激，这是这一集少数能给你的可行动的东西。但我必须要用万事通的方式收尾，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OWTS 说：“朱大早安，跟上来。”它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时间跟持续。你一定要持续的做，你一定要长时间的做。所以你最好要设法让自己的脑中出现脑内啡，就是你做运动的时候觉得干好享受。有一些慢跑或者跑马拉松的人会，但是我做重训就一直没这个感觉。我问健身教练，健身教练也说他也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这是他职业啊，干那我怎么办？琳达说听觉刺激脑部活化，不是，它是一个持续的刺激，所以你脑部一定会活化。你想想看，有一台电脑一直有讯号进去，它是不是需要长时间持续运作？片手剑说打枪脑内啡应该很够，但你没有办法一直打枪，好吗？你的能力有限，请不要再幻想。各位早安啊！来，这14个因子，我前面讲的横跨你的一生啊。小时候的教育，中年的三高，老年的社交，你不能65岁才临时抱佛脚。你中年的每一次量血压，每一副助听器，每一次运动，都是在买你老年大脑的期货。你现在不付这个成本，账单会在20年后以失智的方式一次结清。而且失智症，我跟你讲嘛，我真的应该做一个失智症的
创伤交流协会，干每一个受伤的不是本人，因为本人根本不知道，都是周边的人，妈有够可怜，各种半夜会起床乱喊，以为你偷他东西，然后结果把钱都塞给外劳，然后再不然就是走出门就不回来了，这个很惨啊！来，所以我说这是等价交换。一直听我的直播是可以降低失智症的发生几率，不是医疗作用，而是你持续有听到刺激，持续有心知。脑声音的刺激是最基本的，但你脑在运作就是读书，那就是下一个阶段，好吧？这的确。所以啊，这就是等价交换啊！你老年要清醒，代价是中年要自律。没有人能替你付这一笔，连上一代帮你付的红利都只是帮你打了一个折啦，你剩下还是得自己出，好不好？所以来，结果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一个东西，我个人有一点存疑，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讲到某一种疫苗了，但是我没有鼓励大家这个要去探讨这个疫苗。Tony Chu 说做好环切来听课，干环切是什么？切包皮是吧？修庆说真喜欢的学士是努力做自己，也不是努力做自己，这样我有学习呀、很好啊。小虎说听朱大骂青鸟也会很开心，这样算是有脑内飞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在骂，你记不记得2天前网络上到处疯传，屏东有一个做氧化污的一个回收业者，这个被双手反绑、钝器击打死在家里，然后所有的监视器全部都坏掉了，然后就有青鸟说：“一定是解放军入侵啊！他们把我们的重要战略贵金属资源呢，这个回收人干掉了。国安单位一定要好好的查，一定要好好的理解。”我那时候看，我不知道那个，就跟我朋友还有网友讲，我说操他妈，这写这什么瞎鸡巴掰小说，根本不可能。结果一堆人在转传，你去看，对，只前几天一堆人在转传说，真的太可怕了，是不是我国从此就没有？我跟你讲，第一个不读书就是混账，蠢到爆炸。第一个，他做的是回收屋，回收屋的纯度根本没有到军武化的标准。这个3P16H8说，第一次发现朱大眼下有痣，真的是打光的差别，真的啊，没办法。还有颜色问题，这种自然光呢就会偏蓝偏紫，那就变得很清楚，但是充分证明我的皮肤还不错。好，但等等，他这样一直传哦，传，然后有一些那个绿媒也跟着爆说，太可怕了。结果搞了半天是什么？还出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说，这个人呢本身很爱到处撩人，形同屏东的王八千，所以到处睡到有人戴绿帽，这是版本1。版本2呢是他员工去他家偷东西，结果被抓到，于是就顺手打死。妈，结果给我瞎鸡巴讲了5天6天的国安问题，最后检方出来说，不好意思啊，这就是仇杀。我这样跟你讲，你如果是解放军，你如果是间谍，你他妈不会用棒子把人家打死啦，白痴哦！你会想办法在酒里面下毒，想办法用哥罗芳，想办法把它布置成自杀。谁他妈用这种？我跟你讲，FBI Quantico 的行为分析科学部门直接讲，用棒子把人打死是需要非常强烈的动机跟情感的，它多半就是仇杀跟惊慌之下的结果。你是专业人士要去杀人，你拿棒子干嘛？你想打棒球哦？干有事真吗？好，来等等，我们要讲到下一个章节了。
为什么我认为接下来这个段落呢，是这几年失智症研究里面最漂亮、最迷人的一个发现？它漂亮到什么程度？它漂亮到它根本不是设计出来，是捡到的。主角是 Stanford 的一位医师兼学者，叫 Pascal Geldresser。Pascal Geldresser 他在研究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疫苗，就是我们俗称的皮蛇那个疫苗，跟失智症有没有关系？在他之前，我这几天头上有一块皮肤病，我跑去那个诊所看的时候，看那个门口的挂号护理师超紧张，他说长在这边，有没有长在别的地方，头前面或者什么东西了？最近很流行疱疹的，我说干不是啊，是很痒，疱疹会痛，但是这是很痒，好不好？来，所以啊，在这一个 Pascal 之前研究皮蛇疫苗跟失智症有没有关系的，已经有一堆研究了。那他说哇，打疫苗的人失智率好像比较低，但这种研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Geldresser 自己讲的很白，大意是会去打疫苗人本身跟不打人不一样，会主动去打疫苗人通常比较注重健康，所以有一个原先的心因性就有差别。那他们比较注重健康，可能也比较会运动，比较会控制饮食，比较常看医生。那你怎么知道他失智率低是因为疫苗，还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养生咖？这叫健康使用者偏差。所以这一类研究呢，一直被认为证据力不够，不能拿来做建议。然后 Geldresser 就捡到宝了，他发现威尔斯啊有一个超级奇怪的疫苗政策，奇怪到刚好变成一个天然的实验。这政策有多妙？这就是官僚体系的问题。威尔斯2013年9月1号开始发带状疱疹疫苗，它的规定是资格看你的出生日期。那一天呢，如果你刚满79岁，你符合资格可以打；但如果你已经满80岁了，对不起，你这辈子都不符合资格，永远不能打。等等等等，我讲这个皮蛇疫苗，我等一下会再解释，你不要急着就跑去预约皮蛇疫苗，没有，不要，稍等我一下，不要急，好不好？来，这个有多荒谬？两个老人只差几天出生，一个是9月1号前一周满80岁，永远打不到；一个是9月1号后一周才满80岁，可以。这两群人除了生日差几天，其他的健康习惯、社经定位、养不养生，统计上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什么？这几乎就是一个随机分组的临床实验啊！只是分组的那个骰子不是研究者丢的，是生日丢的，老天爷帮他做完最难的那一步。所以 Geldresser 就是比较这两群生日差一点点的人，他先确认这个政策真的有效。资格线前一周差一点点太老的人，只有0.01%打了疫苗；资格线后刚好符合的人，47.2%打了。一条生日线，两个世界。Jeff Cow 说：“朱大，请问鸭脚木冬蜜在这种天气还是固态正常？正常，因为。”蜂蜜是不是固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杂质就是刚刚采到的蜜里面有没有比较多花粉，有没有比较多特别的成分，杂质多容易凝固。第二个是温度，所以一般的蜂蜜呢，在夏天就会是凝固状的，但是鸭脚木即使在夏天还是不对，讲错了，在夏天就会是液状的。但鸭脚木在夏天还是凝固状，你得要用汤匙挖，因为它原先的蜜来源就不一样，所以是这个样子，好吧？泰德，谢谢你的抖内。所以，然后他看失智率，结果打了疫苗的那群人呢，7年内被诊断失智的几率低了20%，20%哦，各位，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所有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它比目前任何一个已知的介入方法都强，而且它避开了养生咖边差，因为分组是靠生日，不是靠个人选择。Geldresser 自己讲，他说大意这个保护讯号太强了，20%，
绝不可能是讯号偏差。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数据，它都在那里。而且更棒的是，这个发现已经在英格兰、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用类似的自然实验复制出来了。一个数据集接一个数据集，都看到同样的保护讯号。那为什么疫苗会防失智呢？目前的理论是这样子：带状疱疹的病毒是一种会攻击神经系统的病毒，而越来越多证据指向，这种会侵犯神经的病毒可能跟失智症的发生有关。你打疫苗压制了这个病毒，可能就顺带降低了失智风险。这跟第3章逻辑有点像，你为了 A 去做一件事情，结果顺便救了你的大脑，听起来很完美，对不对？一个便宜现成的疫苗可以挡到1/5的失智，但是这一集我们讲到现在是唯一的希望之光开始出现了啦。但是万事通事务所的但是永远都会出现。我们在最亮的地方等你，因为这道光背后藏着一个科学界最尴尬、最不愿意讲的秘密。这个秘密直接关系到你在台湾的你现在正被推销的那一支疫苗。我每次去诊所都会看到那个疫苗的广告，但人生就是这么的无奈啊。来，我们来看看啊。高雄龙大竟然这个时间直播真是太凶狠。顺带一提啊，这个我们的红蛋比蜜大概就剩1周半了。如果你想要尝试新的蜂蜜的话，那请多多尝试，因为之后就卖完了，没有卖了。看四色牌排龄超过60年哦，哇，好哦。来，我们上一章讲到了这个疫苗有光，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阴影在哪。Gildrater 那个降20%的惊人发现，用的是哪一种疫苗？我刚在原文对照里面买了一个词，不知道有没有人抓到？活性减毒疫苗，英文叫做 Life Attenuated。这是一种比较旧的老一代的带状疱疹疫苗，商品名你可能听过，叫 Zostavax。现在问题来了，这支证据最强的活性减毒疫苗，在现在市面上几乎买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妈它过专利了。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过专利这3个字，在药厂的世界里面是死刑判决。一个药过了专利期，代表任何厂商都能做学名药，价格崩盘，原厂赚不到钱了，没有人愿意再花大钱去帮一个赚不到钱的老药做大型临床实验。你看这个荒谬在哪里？ Gildrater 找到了可能是这几年最重要的失智症的预防线索，一支便宜现成，可能挡掉1/5失智的疫苗。全世界应该抢着砸钱做大型随机试验来对照才对，对不对？结果没有人做。Gildrater 现在自己得去募款，找慈善捐款才能做这个研究。我建议他去找那个 Bill Gates 的基金会啦，因为这支疫苗过专利的药厂没有诱因做。我跟你讲，这不是阴谋论，这比阴谋论还要冷酷，这是纯粹的市场逻辑。市场不会为没有专利的救命发现买单，一个可能救几百万人大脑的线索，就因为它不能赚钱，卡在那里动不了。科学指出了方向，但钱不往那个方向流，就是这么无奈。好了，这已经很扯了，但更扯的还在后面，而且这一次直接打到台湾人脸上。哎，那你现在在台湾打的，或你爸妈在打的带状疱疹疫苗是哪一支嘞？不是 Zostavax， 是另外一支比较新的，叫做 Shingrix， 中文叫做非活性重组疫苗。这支很不一样哦，它不是活病毒，是用病毒的蛋白质做的，就是提纯提炼出来的，预防皮蛇本身的效果很好。
更持久。国际主流也建议打这一支，台湾市面的主流是它，各县市政府补助的也大多是它，没有错。但是目前有研究证明，降20%失智的是活性减毒的旧疫苗 Zostavax， 你在台湾打的被补助、被推销是重组蛋白的新疫苗 Shingrix， 这是2支不同的疫苗。我没有说它没有效，它防治皮蛇很有效，可是新的这一支 Shingrix 能不能够防失智？老实说，目前不知道。可能可以，可能更强，可能没效。Gil Tracer 自己都明讲了，大意是他不知道这支新款只含病毒某些蛋白质的疫苗会不会有一样甚至更强的效果，这是还没被证实的。可是你去看台湾的媒体怎么写，某媒体说防失智问号来当带状疱疹疫苗的卖点，健康媒体一篇一篇把疫苗可能防失智跟快来打疫苗绑在一起。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级的偷换概念。我没有说药商在背后运作，我没有这样讲。他拿 A 疫苗的研究结果来替 B 疫苗打广告，这2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你冲着防失智去打的 Shingrix， 可能防到，可能没防到，因为没有它的证据。你买的是一张还没开奖的彩券，但广告让你以为你买的是已经中奖的号码。我讲清楚，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叫你不要打带状疱疹疫苗，皮蛇本身很痛，后遗症很麻烦，该打还是要打。Shingrix 防皮蛇的效果是实打实的，我是说你打它防皮蛇证据充分，你打它防失智证据还没到。不要被那个还没开奖的卖点决定了你的判断，请各位好好思考。只有本台因为没有药商赞助，我敢跟你这样讲。阿婷仔说：“朱大早上好，早上的光看绿油比较高吗？不是，它是它是偏蓝紫光，所以啊。”每次看研究报告，每次看资料的时候，你要小心，有些时候东西不一样。好了，接下来要讲到了台湾的失智症海啸呢，为什么在我们这边特别明显？原因很简单。我们花了6章证明了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全世界的失智比例在降。可是你打开台湾卫福部国卫院失智症协会的资料，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整排往上标的数字啊！我念给你听啊！台湾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国卫院的全国社区调查推估，2024年大概35万人。到2031年，不知道马英九会不会听这一集直播？他单纯可能希望吸收知识，好吧？我没有说任何东西。到2031年呢，也就是民国120年，超过47万；到2041年，民国130年，逼近68万。台湾失智症更推估25年后，台湾失智人口大约80万人，相当于每100个人台湾人里面就将近4个失智。最心痛的一个数字是前台大医院脑科学家曾文义算出来，台湾失智人口的成长速度是全球的1.5倍。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一定满头问号，前面讲了半天全世界在降，怎么一讲到台湾就在飘？而且飙的比全世界快1.5倍啊！台湾不是先进国家吗？不是应该吃到那个下降红利吗？答案是分母。还记得吗？失智比例在降，但失智人数可以同时在升，因为老人总数暴增，而台湾是全世界老化速度数1数2快的地方。2025年，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每5个人就有1个超过65岁。台湾的老化是慢慢来，是用冲的，所以你把可能有在下降的比例乘上用飞的在暴增的老年人口，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人数还是狂飙？台湾的老化速度太快到，就算有比例下降，那个下降的红利完全被暴增的分母吃掉了。别的国家是红利挡掉一部分海啸，台湾校长比红利快，这就为什么台湾从好消息的榜单上脱队了。
唉，这代表什么？代表账单啊！我跟你讲一件你不爱听的事情。台湾现在照顾失智长辈靠的是什么？根据统计，63%是家人照顾，这些照顾者多半是配偶、子女、媳妇，平均每天照顾超过13个小时哦，平均照顾年期8到9年。在听直播，家里正在照顾失智长辈的各位，我知道这一段你听了会鼻酸的。我觉得国家应该要补助这个东西，让生产力释放出去。没办法啊，8到9年，每天13个小时，这不是数字，这是一个人青春、一个人职涯、一个家庭的元气被一点一点磨掉。这一段实在是让人笑不出来。只有几十万个台湾家庭在默默承受这个重量。而政府呢？政府推长照3.0。20259月启动第一阶段，2026年全面实施，扩大服务、增加补助，方向是对的，但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你看带状疱疹疫苗这件事，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疫苗有可能防失智。那台湾有没有把它当成国家级的预防投资，全面公费施打？没有。台湾的带状疱疹疫苗呢，到现在没有中央公费，有的是16、17个县市政府各自为政，各发各的补助，而且大多限缩在弱势、低收、中低收，一般人要打2剂自费16000到17000。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对外买军购谈投资，动辄几千亿上兆，豪爽的很。对内一个可能省下来未来长照大钱的预防疫苗，中央不出钱推给地方，地方各发各的，能发多少算多少，剩下你还要自己付。这就是万事通事务所讲过很多次的财政承诺链的老套路，对外豪爽，对内严当，仗推地方，仗推下一代。预防的好处是最划算的投资，因为1块钱的预防可以省下来未来10块钱的照顾，但预防的好处要20年后才看得到。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4年，所以预防永远排在最后，海啸永远留在下一棒。我不是说长照3.0没有用，我是说当一个国家把资源全压在海啸来了怎么收拾，却舍不得花钱来怎么减少海啸的规模，那这个国家就是在跟时间对赌。台湾老化的速度让这场赌特别不利。哎，黄小米说：“我为了照顾我妈失智，跟我老公分居，这个是缘分问题，我觉得没办法。”来，千鱼炮说：“不爱动脑，不运动又不读书，会变青鸟还失智？他可能已经是青鸟了，但是这会提高他失智的可能。” Ulan 925说：“大家平安。”西瓜823说：“这时间打谁我不好说。”就是，哎，我这时间有冲到别人吗？早上不都是新闻节目？早上没有我这种直播吧？没有，我仔细想想，没有啊。好了，我们进到第8章了，也就是今天的晨起运动快要结束了。我这一集讲到现在，你可能会觉得，虽然台湾情况比较严峻，但整体来讲，人类在赢，对不对？整个大环境，人类在赢啊，失智率在降，我们找到了预防方法，找到了疫苗的线索，这是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但是很抱歉，现在我要把这个故事最后一层呢，也就是最冷酷的那一层，先给你看，因为万事通事务所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啊！我们不是来让你安心的，真相总是伤人啊！这个真相是，这波失智症的大逆转，并不是全人类的胜利，它是一群特定人的胜利，有阶级出现。领导 Lancet 失智症委员会的那位主席 Gil Livingston， 他自己在2025年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
整个研究题目里面最诚实，也最残忍的一句。他说法是大意是，这个令人非常欣慰的失智风险下降是真的，但它仅限于高收入国家，仅限于其中收入较高、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你听懂这句话的重量了吗？我们前面讲的2/3那个下降红利不是平均分给每个人的，它主要落在富国，而且就算在富国里面，它主要落在有钱有教育的那群人身上。甚至连 Stellar 那一份让精算师震惊的数据，都有人提出质疑。Alzheimer's 阿兹海默症的讨论上面有专家指出 ，Stellar 的数据主要反映的是白人老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连那一条漂亮的下降曲线，可能都不是所有族群共享的。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让你想象一个画面：一边是一个有钱、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在明亮的健身房里运动，控制3高，打得起疫苗，请得起好的照顾，动脑不停歇，他的大脑在领那一份下降红利；另一边呢，是一个穷困、低教育的老人，一辈子没有机会多读书。3高没钱好好控制，疫苗自费17000打不下去，独居社交孤立的他被留在40年前那个海啸里面。同样是老人，同样活在2026年，但他们的大脑活在2个不同的时代。这就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逆转的红利，但重点是红利这2个字，红利是有门槛的。你要有本钱才领得到，教育是本钱，钱是本钱，一个有余裕照顾自己的人生是本钱。而且我要再补一刀，前面第4章讲的那45%可预防，听起来很民主、很平等，好像人人都能做。但你仔细想，多受教育、治疗听力、控制胆固醇、打疫苗、不要社交孤立，这每一项哪一项不用钱？哪一项不需要一个相对从容的人生？一个每天为3餐奔波、健保之外看不起自费医疗、退休后还在打零工的人，你叫他去投资认知存款、去治疗中年忧郁、去花17000打疫苗，但是买书是可以的，看书是可以的。预防听起来是最公平的解方，但预防呢最需要本钱，所以这一场呢对抗失智症的战争呢，正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平等。过去我们讲贫富差距是讲你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车，现在贫富差距要延伸到一个更深的地方。你老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你是谁？有钱有教育的人啊，多买到了几年的清醒；没有的人继续被留在原地。这个不平等真的没办法哦！谢谢大家 ，Silent Simon 达标，的抖内达标。然后谢明峰说跟上早安，这个自然光让晚上看你直播了，我相当不适应啊。不过连着2天听你早上上课，比晚上会听到睡着更有吸收进去。我觉得对，打游戏也是促进脑袋运作，看书也是，都是。然后2个东西，刚若愚讲说他现在记忆力有点差。可不可以给建议？我一律建议你去游泳，去游泳，天天游。你游个3个月、6个月之后，就会有差别。不要不信。而且各位，你如果有胃食道逆流，请真的要参考我以前告诉你的生马铃薯汁治疗法。我昨天又得知了，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才吃了10天。干就治好了。他说这个困扰他5年，每一次都会觉得火烧心，那个胃酸逆流上来，然后他也不敢喝碳酸饮料，因为那个气会让胃把他的胃酸嘟起来，他的食道又不舒服，治好了，各位，治好了。对，我是上课台啊。你说我跟那个股市台怎么比啦？但是我跟你讲，股市跟移民一样，
会需要看股市老师分析的人呢，多半不算炒股，你只是买了股票跟大家走而已。马英九也常游泳，游不够多啊！我跟你讲，我前一阵跟江苏一大使聊天，江苏一大使跟我讲，不要常吃便当哦。我跟你讲，马英九饮食有问题啦。TLTW 说天天游会发现忘记游的第几趟，马英九饮食有问题，这不是开玩笑的，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马英九一天可以吃3个便当，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那便当很健康嘛？便当的油不好，菜不好，肉不好。所以啊，这个事情要请各位好好思考一下。新鲜马铃薯汁哦，哎，小来，我跟你讲，你不要嘴拉错。我告诉你，你撑一个最多45天，1个半月，一定有效，我保证有效。吃药没有屁用，他妈我有一阵子我吃了5年嘞，酸碱中和不会治好这个病啊。好，算了，我们不要再一直推个马铃薯神教，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你家的事我才不管。我告诉你，有效就有效。来，我们最后一章要讲这个，把这几个数字搬在一起看了，你答案就浮出来了。我们今天从一个精算师讲起，他被一条下降的曲线吓到，把论文压了2年半，这条曲线可以下单。我没有卖马铃薯啦，你不要跟我下单啦。我跟你讲，小来，我真不骗你。来，我再讲一次，我刚好遇到这个患者，我要拯救大家。你将来治好了，记得来抖内。来，第一个，去买马铃薯，你一次买30、40颗也可以，不要买到发芽的。然后把它削皮。早上第一餐，你把那个丢进果菜机，用压的都好，1颗就够，压出大概这样子1小杯的生马铃薯。哎呀，对不起，然后就把它喝下去，然后就把它喝下去，连喝30天，30天如果不够，再加15天就可以了。我跟你讲，我昨天那个朋友说他只喝10天，而且还偷加蜂蜜，没有问题，好不好？发芽效果会，你直接投胎啦，那个效果不会好。这可以治疗什么病呢？胃食道逆流。小来去试试看。但是我跟你讲，大部分人最后说没效，都是因为第一个，那针很难喝，土腥味很重，感觉在吃土。第二个，每天早上弄1颗，有些人撑不了30天。是啦，我没有叫你，我说压出汁来，没有叫你整颗吃下去啊。所以它的那个过滤的那个固态物质，你不要吃，你想吃也可以，你可以拿去做薯饼，但是过滤出来那个汁要喝，要喝。所以你要过滤出来，你可以挤出来之后拿那个布把它挤就好了，一小杯1颗也没有很多，就这样。但是真的不好喝，很腥，像土一样。好，来，我们今天要讲，开章讲的是精算师算出来失智症其实在下降，但他不敢公布，于是把论文压了2年半。这条曲线是真的，过去40年失智症的比例呢掉了2/3。科学给我们好消息，是实实在在人类的进步，科学终将胜利。这句话在这一集是成立的，人类真的搞懂了，失智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随机灾难，是一个从中年就开始可以下注去改变的过程。
我们甚至意外捡到了一支疫苗的线索，这都是胜利。但这场胜利有3张账单，第一张账单叫分母，比例在降，人数在升，你个人赢了，但是你的国家、你的健保、你的长照系统还是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失智者，特别是台湾老化快到把下降红利整个吃掉，增速还是全球的1.5倍。个人的胜利挡不住社会的账单。第二张账单叫本钱，这个下降红利不是平均发的，它落在富国、落在有钱有教育的人身上。预防听起来最公平，其实最需要本钱。这场战争，失智症战争正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平等。有钱的人多买到几年的清醒，没钱的人被留在原地，这是真相，而真相总是伤人。第三张账单叫时间，这是等价交换。你需要老年的清醒，代价是中年的自律。你要一个国家的失智率下降，代价是几十年前就得开始投资教育、投资公卫、投资预防。而预防这种东西，好处20年后才看得到。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4年，所以预防永远被延宕，账单永远被推给下一棒，推给地方，推给你的子孙。台湾现在站在哪里？台湾已经认清老化的速度了。但是你应该要把那个预算挪一部分到怎么让海啸小一点。对啊，露露圈说的没错啊，长者还没倒，照顾者先倒，人家那个失智症身体可健康了呢。所以台湾应该要把可能防失智的预防措施当国家投资，把疫苗、听力、教育、中年3高的防治拉上来。现在就要花这个钱，你不要再花那么多钱去买武器了。国家买武器代表这个国家在别的地方没有投资，但问题是这个钱现在要花，效果20年后才看得到。这一任政府种树，下一任政府乘凉。最坏的状况是台湾继续对外豪爽啊，来投资啊，来招商引资啊，安都瑞尔超棒啊，好，我来支持你。所有筹码都压在事后的长照。所以预防继续躺在16个县市各自为政的补助名单里面，那台湾就会继续用全世界1.5倍的速度冲向那个80万人的数字，而照顾他们的是每天13个小时，连续8、9年把自己也磨垮的家人。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比较靠近哪一边？老实讲，靠近后面的一边。因为预防从来不是一个会赢得选举的政见，没有人会因为20年后失智人少了5万而在今天投你一票。所以，如果人类不赶快觉悟，赶快投入，我们要替下一代付这笔账。唉，莫夸天下陈平久啊！失智率下降不代表天下太平，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把账单延后送达。而账单啊，从来不会消失，它只会加上利息，在你最记不得的时候货到付款。所以啊，金盏花一定会说：“我又提账单了，我又提账单了。”但不是这样子啊，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账单啊。好啦，最后我们也是一样上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做哎呀，糟糕，我有失智症。上一个狗皮膏药了，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大家如果要抖内的话，可以赶快抖内，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纯素食是有危险的，好不好？那而且我跟你讲，我刚传了一个东西给方尔格看，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台湾你这是以色列365 News， 标题叫什么？台湾 is Israel's are taking over Taiwan。台湾政府
表示以色列人正在接管台湾，并对此表示欢迎。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ays Israelis taking over Taiwan and they welcome it. Taiwan ambassador to Israel tell Israel 365 News that Israel and Taiwan are bastions of freedom fighting the axis of evil. Ira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She says Taiwan is the least anti-Semitic country, which why they welcomed 15,000 IDF soldiers in 2025, up from 4,000 in prior years after the in Gaza. What? 我没有看错吧？这个意思是台湾欢迎15000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他妈以色列国防军要来台湾 ，shit！ 这啊也不要再多说，我知道我在那边狗吠火车，不是说我们看到太多，不是幸福，因为他妈没有人跟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好。方恩格的评论是 ：She is idiot， 她是个白痴。啊，受不了，可能好，来，我们看看有没有抖内啊？就是 EastCheck 现在赶上来，支付宝看看有没有啊？昨天是不是有人这个？EastCheck 说：“朱大早安，小抖一个上课费，超慢的。来，谢谢什么什么鹏。哎，而且我跟你讲，我每次早上直播，我的流量就只有1/3，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什么什么？您说支持多来点 AI 主题，支持一下父亲节，好吧？”我不知道哎，我第一次看到内文，我昨天传的时候我还想怎么可能？看我今天一看英文内文，他妈的哎，开玩笑是吧？早上怎么多人搞这个？谢谢 CCL Epic， 还有谢谢 EastCheck Doris， 谢谢你抖内道奇，谢谢你抖内 Man 窗雾，谢谢你抖内陆以美，谢谢你抖内云敏 VV， 谢谢你抖内 Luli。谢谢你抖内泰德，谢谢你抖内。好啦，那今天的直播呢，开开心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对，不是，就是卡了一下，没有，因为我用手机在上。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子啊，跟各位这个快快乐乐说拜拜，好吧？不，干我早上直播都会忘记，请各位分享一下，今天如果内容讲得好。脚本好，请按1；如果你觉得脚本写得好，内容讲得不好的，请按2；如果你觉得脚本好，内容也好的话，请按3。好，哎，我真没看到啊！妈，这是什么瞎鸡巴政策？竟然欢迎以色列国防军到台湾来，在开玩笑是不是？好啦，今天还得去吃早餐了，好不好？来，谢谢各位的投票，我这个礼拜都会早上直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也有可能失败，好不好？太危险了，干，我也觉得很危险啊。最后一题啦，那个红蛋比蜂蜜啊，跟信工的产品，还有我们卖的书，都在 Linktree 我置顶的这个连结上面，好不好？怎么会这样啊？算了，我不知道，不要再多管闲事，干我屁事！多管闲事，多吃屁。好啦，各位，拜拜。